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先邀請觀眾朋友幫我們的節目按讚。如果希望跟我們互動，記得了可以在留言區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並且呢幫我們看到熱推鍵按下熱推，也可以留言寫下熱推2個字，幫助我們增加國際的能見度。今天節目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制裁，包括了現在影響的產業。在日方的方面有村田、DTK， 現在都說這些企業最多只能再撐1個月。北京這一次對日本再次的出重手，斷供的是它的氧化銻，引爆了 MLCC 這種史詩級的大缺料問題。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節目哦，我們今天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首先來看到中國大陸掐緊對於日本的制裁，關鍵點就是在於，因為現在呢 AI 時代正式的到來，所以大陸卡住的是在 AI 的發展上面最關鍵的 MLCC 電子工業，這個叫做電子工業大米的高純氧化銻。好，影響的廠商包括了3家日本的廠商，村田、DTK 跟太陽誘電。他們的庫存最多只剩下1個月了，代表說接下來日本的高階電子產業恐怕面臨斷鏈的一個邊緣。那麼我們一直知道 MLCC 在日本來說它是霸主，但是如果說在上游它面對的原料又被卡住的話，代表接下來 MLCC 也會出不來，霸主地位會被掏空嗎？這件事情就會比較嚴重了。第3件事情，我們來看到，所以日本就非常的擔心啦。他現在在全世界來找稀土，來找替代，找新的供應鏈，但是真的有用嗎？因為關鍵的這些技術哦，其實呢還是掌握在中國的手裡。去中化真的有可能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這一次出重手，剛剛提到的就是日本科技業的心臟。AI 供應鏈的關鍵材料 MLCC 叫做電子工業大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掌握了這一些最重要的高階電子產品，都需要用它。有哪一些呢？觀眾朋友平常使用的這些 AI 啊、手機伺服器啊，或者是電動車、軍工雷達，其實都需要用到它。你的 AI 要發展得更好的話，也代表說你的功耗比較高。功耗高的話，就需要這種 MLCC 的原料來穩住電力。而 MLCC 要穩定住的話，這個關鍵點就在於這當中要放入大約是1%到2%的這種高純氧化銻哦，才能夠繼續保住它的穩定性。但是現在的關鍵是中國去卡日本的氧化銻，而且沒有其他的材料可以來做替代。剛剛講了，直接這個重擊的就是日本的3家企業了，他們現在庫存直接拉警報之外，剩下1個月就已經沒有庫存了，現在他們非常的擔心。而整體來看，我們看到这個全球對於 MLCC 的需求其實是非常高的。到2027年，光是我們看到 AI 這個領域 MLCC 的需求就已經高達1500噸，而全球1年也只不過可以供給大約是3500噸。也就是說呢，光是 AI 一個產業就已經佔全球1年需求量的40%了。所以呢，我們看供給量吃緊，價格也直接受到影響。單日的價格直接暴漲超過8萬人民幣，每噸現在均價來到了新高，是134萬元人民幣。而過去高階 MLCC 主要是日本跟韓國在主導、在掌握的，但是現在看的也不只是只有技術而已了，而是看誰可以拿到這個更上游的原料。沒有重稀土 ，AI 供應鏈等於直接被卡死。所以這3家廠商，我們剛剛提到的村田、DTK、太陽誘電，在中國的制裁之下，到底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對於產業的衝擊，尤其是庫存，現在只剩下1個月了。現在擔心會不會上演當時被斷屋造成的關東化電、中央蕭子直接停產的劇本，會不會又再上演？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不能排除，而且很有可能。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說，除非日本能夠從中國以外的地方獲得它所需要的相關的原料，從中國以外啊，不然的話，他們從中國大陸這邊是不可能獲得的。原因很簡單，
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比一般的企業更具有風險意識，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國家更有經驗，跟中國大陸在稀土這部分有過交手啊。日本也曾經用稀土的方法去卡韓國人，當時日本也是做同樣的事，也就是把這個洗滌劑控制在手中，不讓韓國人使用，也造成山西的重挫。這個都是過去日韓之間有關於稀土戰啊，或者關鍵原料戰裡面，日本曾經使用的手段。中國大陸也對日本使用過同樣的一個手段，所以日本是很有經驗的，很有經驗。因此，日本的企業比一般國家的企業的存量更大。可是，日本萬萬沒想到的地方是在於，這一次日本碰到的是中國把稀土已經是制度化了，也就是說，沒有修改這些法規之前，所有的稀土的出口都必須要按照這個法規來做。是。那這個法規裡面規定，就是說，如果用在軍方的，是絕對禁止出口。任何原料，只要是用在軍事方面的，絕對禁止。軍民兩用的，那就要对方來報告它用在哪一些地方。可是，如果對方的企業是跟日本的軍方企業有直接或是間接關係的，這些也會被限制在內。它的審核會更漫長，它本身的條件會更加的嚴格。所以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看到，除非日本的企業它宣布它跟日本的軍工企業是毫無關係，是切割任何關係，它的製造出來的產品也不會被日本的軍方企業所使用，用在武器裝備上，你必須要做到這一點。那這一點對日本的企業來說，那我們在問的問題就在於，當日本的政府它現在要更多的去發展它的國防工業、軍事工業。那請問一下，這一些企業就是現在傳出來有風險意識高的這些企業，它跟日本的軍工企業是任何關係都沒有嗎？跟日本的國防部任何關係都沒有嗎？不可能嘛！你看它的產品就很清楚的知道它會被使用在軍事國防上。那在這個部分裡面，請問日本如何把這個邊界線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困難。所以我的推斷日本如果沒有辦法從中國以外獲得這些稀土的話，它會面臨非常危險的地步。也就是說，它斷供或者斷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永久關廠是不一定，因為那要看未來的局勢的一個改變。但是你沒有原料了，你就不可能出貨。你不可能出貨，那你基本上你就會出問題嘛。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好，所以我們初步統計起來，中國大陸先前是祭出這個鎢的限制，現在是做這個氧化銻的限制。那我們剛剛看到了嘛，3家日本的知名企業恐怕再剩1個月就會沒有庫存了，包括再重複一次春田、DTK 跟太陽誘電等等。那現在也代表說，中國這麼一卡的不只是 AI 的整體供應鏈，還有軍工產業在這個，還有國防產業、軍工產業在日本的發展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 MLCC 會大爆發的需求，主要是 AI 的伺服器哈。一個 AI 的伺服器，它總共單純的伺服器，它就需要到2.8萬顆，是一般伺服器的13倍的需求量這麼大哈。如果說是沒有這個 MLCC 的話，那你 AI 就沒辦法運作。除此之外未來我們現在很流行的，包括電動車或者是高端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包括我們手機這一類，都需要有 MLCC 哈。那 MLCC 它為什麼具有這種優勢呢？它有幾個特性，第一個它體積很小啊，第二個它的容質範圍很廣哈，那第三個它的這種高頻的这種特性，所以它用在電子元件上面來講，它是一個最核心的一個這種被動元件哦，它可以濾除雜波，也可以儲存電荷，也可以穩定電壓哈。所以廣泛的用在 AI 的伺服器，還有這個我剛剛講的，包括電子產品、電動車等等都需要。但是你要製作這種 MLCC 高端的 MLCC 的話，哈，你就需要氧化銻。那它要氧化銻，不是普通的氧化銻就可以，必須要純度很高。我們現在看到，它要加入1%到2%的這種氧化銻啊，這純度啊，這種銻的純度要到這個5N。什麼叫5N呢？就是5個9哈，幾 N 就是幾個9，就是99.999%哈，可以纯度要是非常的高。那如果說你沒有那麼高纯度的氧化銻，
你就不能做出你所需要 MLCC。譬如說，簡單的講，MLCC 來講的話，这種高端的它可以这個有很好的，譬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譬如說我們電動車裡面，那引擎室裡面溫度很高哈，你必須要能夠在這種高溫之下，它還能夠保持正常運作。那你沒有加入這麼高純度的加到1%多到2%這種5N 級的這種氧化鋰來講的話，你的 MLCC 就不能夠抗這個高溫。所以我們現在未來電動車，因為引擎室裡面溫度很高嘛，所以你就必須要用這種高溫。除此之外哈，我們看到我們講NVIDIA 好了哈，NVIDIA 我們都知道它是下一代的這種運算平台 GPU 200哈。你知道它現在下一代的，它這一代的這個是用到一個 GPU 200的平台是用到差不多6500顆的MLCC，那下一代它要增加1倍到13000顆的 MLCC， 你想想看，这未来的需求量是多麼的龐大。那你沒有這個元素，你根本就未來不管是 AI 電動車這個新一代的這種電子產品，你根本做不出來。那現在關鍵就是這個鋰這個元素，這個鋰這個元素也算是這個稀土裡面很重要一個項目。我們講說重金屬裡面一個就是鋰嘛。那如果中國現在在這種提煉的技術上面卡住日本的脖子，我覺得。當然就卡住全世界的 AI 的發展。那未來不管是日本這個 MLCC 做不出來，就會影響到，甚至影響到這個輝達都會受到影響。更不要說美國其他的這種 AI 企業，當然會受到影響。那現在來講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哈。但因為企業界大家都看到說是未來這個需求量很大，然後但是產量是有限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講每年能夠產的就是3500噸的這種重量，那其中有40%是用在這個做 MLCC 方面。那現在大家拼命去搶啊，因為你未來 AI 大爆發，未來就是一個 AI 的世代，未來也都是電動車的世代，所以各廠商拼命在搶，所以價格哄抬就因此而提高。可是我們比較擔心，如果說這方面來講的話，哈，中國卡住日本脖子，日本這3家公司來講的話，它等於最原始的供應鏈就斷供了嘛。你沒有那個氧化鋰，你就做不出來 MLCC。你 MLCC 做不出來，你又賣不出去，那 NVIDIA 是不是你的高階的 AI 運算平台你就做不出來？這 GPU 這個200下一代的你就做不出來。所以我認為說是中國在這個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方面。如果從這邊卡住日本的脖子哈，這個從最原始的端卡住日本的脖子，我相信哈，這個不只是日本，包括到美國可能會因此未來的 AI 發展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跟影響。好，所以中國的這一招很高招哦，是從最源頭來開始做限制哦。剛剛特別提到這個稀土裡面的氧化鋰這個原料，那現在日本如果拿不到從中國來的貨怎麼辦呢？他開始尋求其他國家的幫忙。現在他進行的國家包括了去澳洲找、去印度找，或者是去非洲去找，那還布局了包括在深海裡面，還有在這個新礦園去找。但是剛剛其實將軍有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這個氧化鋰，它最需要的就是這個純度達到5N，所以代表說像類似的氧化鋰的技術，包括這個冶煉分離跟提純，其實還是高度集中掌握在中國大陸的手裡的。就算有了這些氧化鋰的貨，這個日本也沒有辦法進行這種冶煉等等，這是一個問題。那另外就是先前中國大陸還卡住這個鎢哦，導致了這個日本企業現在仍然在繼續的找尋替代來源。現在鎢的價格根據媒體的報道已經漲了3倍，純度也不足，已經導致了關東化電還有中央硝子只能宣布永久停產。好，現在呢我們看到從這個等於從鎢一直到氧化鋰，日本的高科技的關鍵材料會不會進入這種臨界庫存的時代？日本有辦法找到替代來源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中國大陸其實管制的是針對日本的，就是軍工產業。那但是第一個就是這些產品它本來就是軍民兩用啊，你很難去絕對的劃分。那第二個是日本的這些公司，它其實既做軍事也做商業，那因此你就整個會拖延啊，你要證明你在申請就是民用的。大陸對於日本的民用產業事實上是沒有禁止，可是因為剛剛這2個因素，就使得你的這個申請的過程一定拖延很久，然後呢，可能一定會受到影響。那現在影響的還只是就是在日本的製造業的上游，你講春田啊、TDK 啊，這還是上游，哦，那
他們如果一旦停產或者是一旦減少產量的時候呢，那下游就會受影響了。下游是真正的製造業啊，你比如說東京比如說我們講的六氟化鎢，它是個氣體，半導體製造所需要用到的。那你像東京微創啊，像是 Sony 啊，那就會受影響哦。那甚至連我們台積電都可能會受到影響。然後呢，像是氧化銻的話，那信越化學啊，或者是 Toyota、那 Honda 這些都會受影響。為什麼？因為現在這個廠商啊，不會說搞一大堆庫存，還會有一些商業庫存。所以它現在這上游受影響之後呢，中下游呢的商業庫存再等於是消耗，或者是緊急去這個外界購買，或者是增加這個回收的這個就是說比例。可是這個都緩不濟急，也就是說它大概的時間點可能都是幾個月不到半年的時間，它可能就會見底了。那這整個供應鏈就會都會停頓，那這會蠻嚴重的。所以為什麼在日本這個方面呢就很緊張？那我覺得兩個關鍵嘛，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就是稀土跟稀有金屬，我們今天談都還是稀有金屬。對，稀土的面其實嚴重影響的層面是一樣，而且更深刻的。我觉得2個因素哈，中國大陸的整個稀土跟就是這些稀有金屬的 IP 跟製程，也就是它精煉的這個過程哈，基本上就是這個領域的台積電。是，你這麼簡單理解，就不能被取代，因為它這整個過程當中，它可以不管是環保因素，還是製程，還是這些就是 IP 專利啊等等之類，它這一整個生態系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精煉的效果。講句實在話，這是過去30年來西方國家就把中下游的這些環保或者是這個生產成本不夠效益化的這些整個這個原料，通通移轉到就是非西方國家。是。而因為中國大陸整個製造業的這個發展，它自己要掌控整個中下游，它不是多麼這個20-30年前就看到今天這個問題。這是他為他自己的製造業再去整個做全供應鏈的掌控，那當然也花了很多的這個錢在就是說這些稀土跟這個稀有金屬上面。所以第一個，它已經變成是稀土跟稀有金屬台積電。那第二個，所有現在你看到日本跟這些國家在做的所謂去風險化，去找礦也好啊，去簽約也好，他認為看到去風險化的風險，那是更偉大的風險。更困難的風險，因為你要去風險化，可是你去風險化還沒達成，你已經面臨到嚴重的風險，斷供、停產，然後呢，發現到要搞個5年、10年才做得出來。問題是5年、10年，人家到什麼地步？人家價格、規模到什麼地步？所以你永遠可能會跟不上這個問題。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